夏天要到了，大家要去海边玩了。去海边要干嘛？穿泳装嘛。可穿泳装最怕什么？太胖，脂肪塞不进去，好不好？所以现在开始很夯的就是减重了哈。其实大家知道减重只有2个重点，就是你吃什么，还有另外就是你做什么运动嘛哈。关于吃什么的东西，大家又有在分哦，什么时间把它吃完，还有吃的东西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哈，就会引申了很多的减肥的方法哈。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几个常见的减肥方法，还有它可能带来的好处是什么了哈。第一个我们常常讲间歇断食法，有很多嘛，明樺大概有哪几种？哦，如果真的要讲，可能要花2个小时哦。对，所以我们今天分个3种，大概比较常见的哦。其实所谓的间歇断食法，就是依照时间的分配，某一段时间完全空腹，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可以吃。是。那第一种叫做1212断食法，1212，就一半一半啊。对，半日断食法，就是一天24小时，12个小时完全不吃，剩下12个小时你就可以吃。我觉得这个还蛮符合人性的，因为大部分早上8点吃早餐，对，最后他只要8点吃完就符合这个。哦，没有哦，很多人会吃宵夜。哦，很多人宵夜，对，所以要戒宵夜。不过基本上这个算是很容易达到的。对，基本上就你只要不吃宵夜，然后作息稍微正常一点，其实你就可以达到。OK。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这个间歇性断食法，连带会希望大家连作息都跟着调整，比较正常。因为我们常常讲，除了吃，除了动，睡眠对于减重也很重要。是。对，那第2个呢，就是所谓的1410，就是24小时，他的吃东西的时间又被压缩了2个小时，等于说一整天他只能吃10个小时，其实也是蛮长的啦。对啊。大概可以吃到，有些人甚至可以吃到3餐。那如果真的不想要这么压缩的话，一天吃到2餐这样子。对啊，就是好像告诉你说，你6点前把晚餐吃完。以前有个减肥法，就是叫你早点吃晚餐。对，早点吃晚餐就可以1410了。对，但是还是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早午餐吃，然后晚上又吃1餐，有时候压缩了，其实我们就要注意饮食的这个均衡度，跟你的这个食物的分量，其实要稍微这个饮食其实1410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作息以外，我们还连带的希望大家要养成定时定量，定时定量的一个习惯。那第3个就是大家最夯的168，对，什么瘦子昆凌都在做，很多艺人都在做，而且其实好像似乎看起来效果都蛮好的。对，那所谓的168就是它的进食时间又被压缩了2个小时，对，12、10、8，就等于说他一天只能吃8小时。那你可想而知，他食物可以吃的时间更短了。那有些人可能就吃1餐或2餐。那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的就是他可能。尤其很多人，他可能上班很忙，他就变成晚上吃。对，其实说实在，168其实很大的忌讳就是晚上吃，太晚吃。对，太晚，他可能就从比如说6点开始吃，吃到12点，甚至吃到半夜。对，他觉得我还是在8小时之内吃完。但说实在，我们一般人的作息，白天热量消耗比较多，晚上热量消耗少，你这时候全部集中在晚上。说实在，真的就容易累积脂肪囤积起来。对啊，其实对我来讲，这种间歇断食法它有2个主要的作用啊。第一个作用，当然就像明樺刚才讲的啦，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因为你168断食，你可能大部分就没有办法去吃宵夜，对，你的睡眠时间可能就会稍微的比较充足哈。大家都知道，睡眠睡得好，其实对减重当然是有一定的帮忙嘛。另外大家都知道嘛，大家为了要减重，都是为了要减脂嘛哈。没错。但是你还是要知道，我们人类在使用这些热量的时候，它有顺序性。第一个用的当然是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嘛，用完之后用哪里？用肝脏里面的肝糖，再用完之后才会去燃脂嘛，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一直在吃东西，你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就有一定的量，你的肝糖也有一定的储备量，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去燃脂了对，所以才需要你空腹时间稍微长一点点嘛，哈。一般来讲，你血液中的葡萄糖，如果你没有特地去补充的话，可能几个钟头之内就没有了。对，肝糖大概也可以撑3、4个小时，所以基本上你进食如果没有超过7、8个小时，你很难做到燃脂啊，好，你再怎么做都没有办法燃脂。你说我可能做个激烈运动，然后马上补充一个巧克力，你大概也很难去燃脂啊。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讲，断食法大概原因就是因为要想办法让把葡萄糖还有那个肝糖消耗掉，去燃到脂肪哈。另外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啊。我想这个就是断食法可以成功的原因啊。但是我还是在讲了，每个人因为他的工作不一样啊，他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你还要配合家人，有的没有的，所以适合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你都可以试试看，选到一个长期适合你的方法了。这个是吃饭的时间哦，那另外就是吃饭的内容喽。最近有一个很夯的叫做碳水循环，其实对，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碳循环就是所谓的以前早期的低碳跟生酮饮食的一个加强衍生版，那变得更符合我们人体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变化。其实它所谓的碳循环就是不同的时间它吃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不一样，但是搭配的运动强度也不一样。对，如果1周来讲的话呢，7天2天吃高碳饮食，要分高碳、低碳跟无碳啊。所谓的高碳其实没有高到哪里去，大概就是我们一般人正常的饮食5%
50%，有没有发现？对，它就是跟其实一般的饮食很正常啊，就是好像你感觉它饮食不用特别限制。对，这个礼拜是2天，是不是？2天，然后吃的食物的种类，当然因为它的比例高，所以其实米饭啊、面制品都 OK。那但是这时候搭配的运动就是强度要最强的，肌耐力啊、高强度的这些重训等等哦。而接下来的低碳就是3天，3天，它的碳水化合物有没有发现又减半了？变得只剩50%直接变25%，对，剩20%。是这样子吃会饿啊？对，所以这时候碳水化合物就尽量要选择就是饱足感比较强的，像什么地瓜呀、全谷杂粮啊，或者是根茎类的等等哦。这些其实来说，它的虽然量少，但是它饱足感可以延伸的比较长，当然就比较不会有饥饿感。那这时候搭配的运动就是中强度的，像是什么跑步啊、拳击、有氧等等。对，这时候大概维持3天。对，最后的2天呢，就是无氮日。有没有发现它的碳水化合物更少了？大概只有10%。这时候说实在，你随便吃一个面包，随便吃个饼干，绝对都超标。对，所以这时候的碳水化合物主要就是蔬菜水果，而且水果的量还不能多，因为水果一多，对，其实就爆表了。所以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一个蛋白质跟脂肪的比例就高。所以这时候蛋白质跟脂肪的来源就很重要了。蛋白质我们尽量就是鸡蛋、鸡胸肉、鱼肉，或者是一些未加工的豆制品。而油脂呢，除了我们烹调用油之外，可以吃一些原味的坚果或酪梨，就可以让你的饮食很容易达到这样子的比例。而这个时候呢，因为它是无氮日，所以你的运动可做可不做。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完全没有，你可以选择一些要进入冬眠模式。对，可以做一些比如走路或者是居家的伸展，其实都是不错的。而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会发现呢，除了可以让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变化弹性比较大之外，不要像以前生酮就完全生酮或低碳的话，就稍微有点调整、有点弹性之外，其实他研究也发现，它对我们的代谢的维持、对我们的一个肌肉的维持，甚至脂肪的分解，还有我们心情的愉悦度，其实都有加分。对啊，其实这个方法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一点点的哈，它其实就是1个礼拜有2天的高碳日，可能有3天的低碳日，再配上2天的无碳日啊。看他们里面吃的东西，除了碳的那个含量不同之外，其实组成也会不一样。对，因为这2天怕你饿嘛，对不对哈？所以那个地方可能多一点肉类啊，多一点脂肪，或是淀粉的来源也会不大一样嘛哈。另外做的运动也不一样，你吃的很多的那一天，当然要做高强度的运动，没错，这一天就可以顺便来增肌的嘛。没错，其他天可能就是减脂，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方法，比较符合我们人体的工学的啊，比较没有好像很难去执行。我常常讲说，减肥最后会失败，大部分都是复胖嘛。对，前期其实大部分很严格，其实大部分都是有瘦下来，可是后来大家都是复胖。你会复胖原因就是你没办法执行嘛，所以选一个好的方法，可以让大家试试看呐。另外就是很多人说减肥的时候，手摇饮是大忌嘛，可是你不喝水又怪怪的，可是喝白开水又不太开心哦。你有推荐一个黑咖啡加肉桂啊？为什么这样推荐？其实说实在，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蛮符合现代人的饮食的饮品的选择。很多人现在一天都一杯咖啡。对，那其实这时候如果你选拿铁或加糖的咖啡，其实都是算是减重的大忌啊。所以当然因为拿铁不加糖不行吗？这个额外的热量，对，高碳日可以啦，高碳日你可以喝，但是其实低碳日或无碳日可能就没办法。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可以接受黑咖啡，因为黑咖啡里面的这个咖啡因，其实本身就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再加上如果你有搭配运动的话，其实这个喝咖啡的一个让我们运动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延伸，以及代谢的一个热量消耗的量会更加提升。那除了这个之外，很多人其实女生，尤其是女生，她会以为是胖，其实是水肿。对，因为我们的钠含量都太多了，所以其实有时候咖啡对于有些体质来讲或利尿。对，所以其实喝一喝咖啡，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有苗条了一些。那肉桂呢？为什么要加肉桂？肉桂它本身是有研究发现，它可以稳定我们餐后的血糖。对，可以让我们这个吃进去的淀粉的分解速度可以获得延缓。所以其实对一旦血糖稳定了，不要波动这么大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比较不容易有口腹之欲，或者是想要嘴馋、想要吃东西。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喝水，一杯黑咖啡加点肉桂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其实维持适当的体重对自己的健康一定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啦，至少可以免除所谓的代谢症候群嘛。因为大家都知道心血管疾病，通通加起来可能死亡率是比癌症还要高的嘛。你只要避免代谢症候群，其实基本上就可以避免你的死亡率了哈。大家都想活得健康又长寿。另外就是希望大家都希望看起来很漂亮嘛，所以减重是很多女人甚至一辈子的课题啦哈。今天主要告诉大家，其实减重的方法有百百种，选一种你可以严格长期执行的啦哈。因为那首先就是要不能够违反人体的生理规则太多嘛。如果我叫你231，就是一天只吃1个小时，真的是太痛苦了哈。或者我严格限制你的饮食的种类，你也太痛苦了哈。所以今天介绍大家，可能 maybe 你可以考虑668，maybe 你可以考虑所谓的碳水循环法，甚至把它们2个结合在一起，找一个适合你的减重方法哦。
巧英，你说你们家的蛋饼，不会踩雷哦。是，今天要教大家做这个是墨西哥风的 burrito 的蔬菜蛋饼，我们用蔬菜跟燕麦来做蛋饼皮，所以连皮都自己做。是，而且这个呢，我们今天是用这个燕麦全谷类来取代这个传统的淀粉，做法非常的简单哦。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菠菜，你也可以，如果买不到菠菜，有时候不是季节的话，你可以买绿色、深绿色的就可以。所以像青江菜啊那些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我们把它丢进去，做法很简单。然后再加我们2颗鸡蛋，2颗全蛋，对，全蛋加进去。也没有面粉没有面粉，很健康哦，好神奇哦。是，加一点点的盐巴，给它一点的提味。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水，对，水给它一点点作为介质，也不用太多。这看真的很健康。对，我们就很轻松的把它放进去里面，然后我们来把它来打它。好，很快耶，很快很快。那打完就看起来它很像是一个果汁的一个质地，对，它其实就不用担心说这样我怎么把它成型呢？我们现在就来教大家。OK， 待会儿呢，巧英老师要把她的秘诀告诉大家，因为在现场1、2、3、4、5位都是妈妈但是很多像我们自己根本不会想说要做什么蛋饼皮，感觉就买了很方便煎一下，没想到蛋饼皮含钠量那么多，而且重点是，你看哦，它现在的等于皮里头没有用面粉，它是有蛋。然后又有菠菜的营养，营养师就这一道。现在光讲皮好了，你觉得它比我们一般买的蛋饼皮有哪些优势？对，光是它跟一般正常的蛋饼皮比起来，它其实就多了我们刚刚讲的蔬菜里面的膳食纤维。对，这个是一般蛋饼还有燕麦的。对，那再来燕麦，它是属于全谷类，跟白面粉比起来，还有更多的 B 群，还有膳食纤维，还有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所以本身呢，它的营养价值就比一般的白面粉做成的蛋饼皮来的高很多了。好，巧英可是很困扰每天早上要然后再煎，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吗？其实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做法呢，都是大家可以预先做好，包含我们的饼皮哦。对，像我们的饼皮呢，其实你事先做好，可以在冰箱存放1到2天。对，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做这个蛋饼皮。有时候翻锅不会翻，我们找一个比锅子大的这个平盘，对，放上去，然后把它倒扣过来，就漂亮，然后再把它回煎一下下，对，把它放回去，然后把这另外一面呢也把它煎上色，这样子。是。那像我们这边的这个酪梨呀，也都事先是弄好的，我们可以加一些这个柠檬汁，它可以抗氧化，它就不会觉得我们的酪梨弄完之后黑黑的。对。那还有很多人可能想要吃的健康营养，像生菜，我今天从家里带过来的哦。对，所以你生菜也是不用每天洗、每天准备，对，不用，太好了，因为这一点很重要。对，预先处理好，那很怕就是它干掉嘛，我们就把很像敷这个面膜一样，打湿的厨房纸巾，我们的底层其实也有铺一层，对，然后你洗好之后呢，你就把它盖上去。那这样几天之内要用完啊？3天就可以了。可以3天，我觉得还不错啊。没错。那在我们聊的过程中，你看，其实我们的蛋饼皮很快就做好了。那这个是我昨天先做好的。其实这一道料理呢，就是冷吃或热吃都是可以的。对，那我们来做看。接下来呢，我们只需要把它做一个组装。好，我们需要一个漂亮的大盘子。虽然说我们就是吃这个健康，对，仪式感非常重要。仪式感会让我们的这个食欲更加就是。那你说一次可以把很多皮煎好，那煎好之后你的存放方法是怎么样？存放的方法呢，我们只需要就是把它放这个保鲜膜，把它包起来，包起来之后一片包啊。对，把它保湿。有点像我们去买那个蛋饼皮，它也是中间隔一下。对，没错。那因为像这个蛋饼皮，它的这个是比较偏软性的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在操作上比较觉得不方便操作的话，我们可以把燕麦的比例含量拉高。OK， 对，好，然后再来呢，先放了优格，对，然后再来放我们的这个是我用甜菜根去糖渍的腌制的这个洋葱丝。哇，颜色很漂亮对，我们要有就是颜色缤纷好看。对。
那你可以用水果醋，什么都可以。那糖分不要太高。在我们的酪梨，这个非常的营养。对，然后刚好又是酪梨酱，等于说吃起来不会太干。因为现在我看到2个湿的东西，一个就是刚刚的优格，然后另一个就是酪梨。没错没错。然后再来呢，放我们的这个起司丝，对，增加我们的营养价值跟丰富口感。对 ，OK。好，那其实番茄呢，我们也是非常不要用番茄酱，直接用新鲜的番茄，我们把它铺上去，也是满满的仪式感。对，那这边的蛋白质我们选择的是这个熏鲑鱼。刚刚在皮里面有2颗蛋，然后再加上熏鲑鱼。对，那熏的这个蛋白质呢，大家可以选择就是它的添加比较少，或是低盐的部分。对，那你可以选择像熏鸡啊，或者是其他的蛋白质都是可以的。对，那最后呢，我们可以放一些生菜。把它铺在旁边，感觉真的很健康。对，然后可以稍微折一下，都是可以的。那最后撒上我们的红藜麦，哇，对，红藜麦，这一道很棒的健康早餐就完成了。试试这道墨西哥风 burrito 蔬菜蛋饼，特制的蔬菜饼皮搭配上丰富馅料，口感层次丰富，低钠营养又饱足，让你的早晨时光不单调哦。想要成功瘦身，可以多吃植物高蛋白哦。祖祖就用鹰嘴豆跟奇亚籽来做菜。没错，今天用鹰嘴豆跟奇亚籽。那首先呢，我们先呢把这个蔬菜炒一炒。这什么蔬菜呢？这个其实是用小油菜。小油菜哦，其实你都可以啊，比如说青江菜什么都可以。那只是说这个菜因为我切的比较粗，所以炒一下。你如果不想炒，你就把它切细一点。也可以生吃就对了。生吃也可以生吃。那我们就把这个蔬菜炒软。好，蔬菜炒软，稍微拌一下。对。另外这边呢，我们就准备这个鹰嘴豆。那其实你如果去买罐头的，我觉得它味道会比较差一点，你可以是直接去买这种自己蒸，好，把它捣烂，捣烂以后就长这样。这样子你不用加任何的调味吗？不用，等一下，最后才要调。最后才要调。对，这里有鹰嘴豆嘛，然后这边是我们泡发的奇亚籽。奇亚籽长这样哦，长这样。奇亚籽其实它对于那个整个肠胃啊，我觉得很不错。怎么有点像青蛙下蛋的东西？对，很像，人家说很像3本圆奇亚籽。好，那再来这边呢，我们准备了一点这个叫做扁豆，扁豆，对，黄金扁豆，我们把它丢下来，扁豆丢下来。好，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菜，其实它大概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炒软一下就好了。炒软了，然后你看瘦身啊，我们吃很多鸡胸肉，有时候吃不完的，把它切碎丢下来，把它拌一拌，透过这个加热呢，让它产生香气。好，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丢进来，丢起来一起拌，对，全部丢进来一起拌，全部丢进来一起拌。丢进来一起拌，拌完之后呢，我们给予一些调味。这边的调味，现在才在调味了。对，这边的调味，这边调味呢，我们就是给这个盐曲。盐曲哦，对，盐曲就是发酵的米嘛，好，然后把它放进来，然后这里呢。少许的盐，因为它已经有点咸了，所以一点点就好了。好，再来我们的调味比较特别，今天用的是五香粉。五香粉去配这个奇亚籽，不是在卤猪脚才用五香粉吗？没有，其实你看五香粉的那种概念，很多可能会用在比如像咖喱啊。那你看我们那种鹰嘴豆是在很多那种南洋料理吃得到，一点胡椒。接下来就把这个全部拌合一起，用力的拌合在一起。你这种用的调味料比较不是一般人会用在拌在一起的东西。对，因为我每次都在你这个不是一般人旁边嘛，我每次都想。是比较不一样的。好，我们麻烦给你太多压力了，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好，再来呢，另外我们还准备个东西，这个是我们的内馅。对，那我们等下皮啊，我们就用这个豆皮，薄的豆皮把它包起来，包起来。但我们还有做一个酱料，这个酱料特别讲一下，这个其实就是燕麦。那燕麦跟高汤把它泡软之后，我们把它打成泥。它看起来怪怪的，但其实很好吃哦。对，好，那我们就直接在这边啊，准备一张豆皮、皮子，然后就把这个馅料啊，把它包起来。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吗？没有特别的技术，用力把它压好就好。对，包起来就好了。好，再把它卷起来，把它卷起来。没错。明花，你怎么看这道料理？其实鹰嘴豆说实在，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其实它又是有点算是豆类，又有点偏碳水化合物，因为它100公克鹰嘴豆大概有8公克的蛋白质，等于1颗鸡蛋的蛋白质，但是它也含有30公克的碳水化合物，而且它所含的膳食纤维啊、叶酸呐、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都很丰富，所以其实如果喜欢它的味道的人，其实把它入菜，其实对于我们整体的健康均衡，其实都可以加分。很少听人在煮鹰嘴豆。对，那其实除了这个，还有刚刚讲的很像3本圆那个奇亚籽，有没有？其实它泡水之后，它的体积会胀大10倍，所以它吃到我们胃里面之后，其实它蛮
具有饱足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什么低氮饮食，你可能吃的食物已经变少，其实你不妨可以善用这些具有饱足感、膳食纤维的一些食材，是可以让你的饮食变得更多元。OK， 好，所以这道菜是可以吃饱的哦。对，那是卷好之后，它其实整个都已经可以吃了，可以直接吃啊。对，那我们有2个做法嘛。第一，你可以把它放到那个比如说烤箱或者气炸锅里面下去，把它烤脆的。那你说这样包完之后啊，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包成像馄饨的样子，那个是煮火锅。对，是很棒的。那我们就简单的用煎的，对不对？对，用煎的比较符合一般人对于口味上的期待。有时候人家会觉得说啊，健康东西好像都不好吃。对，不会啊，一点点油，好的油，就把它煎一煎，它还是会很香的。而且你要煎到什么程度？其实都已经熟了，我们只需要把表面啊煎到表面上金黄，像这样有点上色。像这个，OK。有人觉得健康东西好像都是一大锅啊，好像都是啊不喝价，我们尽量把它做的精致一点点。对，有点像煎饺哦。对，而且这样子早餐就像煎饺一样，真的。OK， 好，把它煎好。好，煎好之后呢，我们等下就可以来准备摆盘，是不是 ？OK。胆固醇克星来助力，推荐这道奇亚籽鹰嘴豆卷给你。大量膳食纤维的奇亚籽，搭配上富含多元营养素的鹰嘴豆，低脂又饱足，增肌减脂健康瘦哦。今天要做的这道菜呢，哇，就是在最近的网红界呢非常有名、非常红的那个减肥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料理了，叫做彩虹佛陀碗。佛陀碗，对，为什么佛陀碗就是说大概就蔬食啦。那其实做法很简单了。我今天煮了这一锅的那个糙米饭，对，糙米饭呢用什么下去煮呢？就是用了那个咖喱粉跟豆浆。我就把它做成这样子，看起来呢就是用雪白色跟那种咖喱粉的那种颜色。所以你没有放水，就直接用豆浆煮。对，就用这样下去煮。大家可以试试看。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其他部分就是要用这个各式各样的一些颜色的蔬菜。但是呢，我们有3种食材要炒过。3种。好。首先呢，我们锅子里面先放一点橄榄油下去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黑色的香菇，干香菇放下去呢，稍微去把它在锅子里面去把它炒香。炒香之后呢，让它在锅子里面稍微停留一下。炒香之后呢，我接下来要放的是白色的豆干。黑跟白都放进去喽。对，黑跟白都放进去了哈。我们把白色豆干放进去。放在锅子里面呢，你看这个黑白就是怎么样，你知道吗？黑白分明啊。黑白分明，对。还是你要欧北贡了黑白讲？不是，好，我们把它放进去了，一样的在锅子里面让它稍微停留一下哈，把这个香味呢炒出来。好，那接下来呢，一样的很重要一点，我们要把这个黄色的玉米呢？我觉得你今天反应有点慢呢。对，因为刚遁入空门的感觉。对。好，把这个玉米粒呢放进去了，一样在锅子里面呢稍微去给它拌炒一下。好，把它拌炒均匀，然后把它香味拌炒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调味之前呢，先放一点芝麻油。因为大概呢，我炒这个料理的部分呢，会放2种油，一个就橄榄油，一个芝麻油。芝麻油就下去做一个提味。为什么现在放呢？第一个我要把这个豆干的味道呢，把这个芝麻油的味道，把它完全煮进去豆干里面。那一开始放没有用？没有用。那第二个呢，我们等一下要放的是昆布酱油，昆布酱油比较不会咸。比较不会咸，而且呢，它颜色呢是很淡。所以呢，我们把它放进去之后呢，跟整个芝麻油的那种香味呢，还有这个橄榄油香味呢，互相去加成之后呢，有互补作用。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昆布酱油放进去之后呢，我炒豆干一样呢是白色的，不会说看起来像酱油色。好 ，OK， 我们让它在锅子里面停留一下，转最小火，让它在各锅子里面呢稍微去把它炒香。来，秋月，你刚刚说有3种减脂水，除了刚刚加了肉桂那个，还有另外2种嘞？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柠檬绿茶，那这个也是最简单的，会建议大家就是在用绿茶的时候尽量用热泡，因为用热泡的方式，儿茶素它会产生比较多，可是也不要用太热的水哦，可能大概70度左右这样子，然后让它放凉之后，就是再加柠檬下去，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破坏。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橘子气泡哇，这看起来好漂亮哦，气泡水。对，其实我们都把握一个原则呢，就是它就是有五彩缤纷的颜色，就是善用植化素。那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加了橘子，然后还有蓝莓，大概10到12颗左右，然后再加一点橘子。然后我会建议大家那个丝不要剥掉，你尽量把它吃进去，因为它是好的膳食纤维。然后再加气泡水，然后你整杯都把它吃完，就是包含我们的一个果肉都吃完。那其实基本上这样都可以帮助我们代谢。OK， 好，所以这3种水大家可以学起来。来，你看我们今天的佛陀碗，这佛陀可以吃很饱哎。龟弯弯。龟弯弯哈，我们准备要化缘了哈。OK，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
我们咖喱饭呢放进去之后呢，咖喱豆浆饭放进去之后，首先呢是莴苣丝呢，先把它放进去。OK。当然我们要把它排列整齐了，排列漂亮一点，不要看起来就像闪闪的就不好吃了哈。把这个丝呢放进去，铺满了整个在饭上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番茄也放上来，放进去。那这一个佛头丸，这个佛头丸呢，我们刚刚呢把莴苣丝放上去之后呢，番茄，然后青花椰菜，我们把它剪碎碎的放进去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刚刚炒好的豆干，黑色、白色、黄色的部分放进去，你看各种颜色都有了哈。哇，这道真的是很棒的料理，其实也不难，打在家里头就可以做做看咯。试试这道彩虹佛头丸，Q 弹的糙米饭搭配上五彩缤纷的新鲜蔬果。丰富味蕾，营养满分，给你窈窕好身材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坤云医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这样子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哦。另外，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的健康有帮忙的话，请帮我们按一下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的按钮哦，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及肯定。谢谢大家。